今天迎来了好消息，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来我们这里具体看一下有多少的方量，他们来做一个大概的预估以后，就开始批项目款，然后就开始修这条路。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快到了，我们上去迎接他们吧。现在他们今天来主要是看这个宝凯砌多大的方量。内地施工方来说，他说至少有200方，所以说宝凯就是很大的一笔资金了。奶奶他们的房子也是找人翻修，把那个钱已经给了。哇，这么多人！这是财政局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是经过山上的那位大哥介绍过来的。今天他们过来测量一下这里的宝坎方量，现在李俊要带着他们一起下去测量一下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皮尺，所以我们带了一个皮尺。李俊在给他们说，一共有2处切宝坎的地方，就是爷爷奶奶家房子旁边和下面最陡峭的那个地方需要切宝坎，其余的地方都不需要再切宝坎了。这个就是财政局的负责人，今天他就负责来帮助我们量这个方量，看看需要多少资金，然后具体的把数据报上去，上面就把款给拨下来，这条路就可以给它硬化了。现在他正在说这条路看起来也不长，就200多米左右，硬化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钱。再说这条路很陡，现在带着他们去看下面最陡峭的地方，主要的就是下面的路段，当初挖的时候也是特别的难挖，因为之前这里就有一条宝坎，被挖路的时候全部都挖垮了，现在需要把这个地方重新给砌起来，就比较麻烦。这里不仅很陡，而且材料那些沙子、水泥全部都需要从上面运下来，这里就比较麻烦了。看看他们具体应该怎么来安排这件事情。从这个地方一直到下面，最高的话可能有5-6米左右，只是我们估算一下，具体还是需要用尺子量一下它的高度，因为这里它不是同一个高度，它是一个斜坡，所以它的高度肯定不是一样的。切宝坎的时候也需要把这里具体给计算一下。现在到下面去看一看。我们走着下去的话都很陡，就更别说开车了。开车如果不切宝坎的话，就是这一个坡度是开不上来的，就是正常的小型轿车开不上来。之前有好多辆车都卡在这里了，然后在中间打滑，一直开不上去。这条路就是一直到我们租房子的那个地方，也不知道他们要从哪里开始量。现在拉一下，这里具体有多长？从李俊下面，然后一直量到最高的这个地方，看一看具体有多少。一共有22米，从下面到上面有22米，再加上奶奶他们旁边那里的话，应该是30米左右。长度是现在基本确定了，现在需要确定它的高度是多少，然后他们现在去量一下具体的高度，从上面开始量下去，拉一下它的长度，就是到时候宝坎的高度。比8米哦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高度有8米左右。这里是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8米算是最高的，下面肯定比8米要低，因为这是一个斜坡。现在测量一下，
这里有多长？从这里测量下去的话，相关人员说就是一个梯形的形状，因为高度上面比较高，下面比较低。我站的这个地方有8米左右，然后现在他们在测量下面。下面是6米，然后接下去就是4米、2米，是一个梯形。不知道他们的宝坎是要砌一样高呢，还是也砌一个斜坡？要是砌一样高的话，最低的地方要填很高，也要从别处去拉材料来填。他们来看了我们这里的宝坎了之后，就要确定要多少资金，然后把项目报上去，资金就下来了。我们这里就开始动工了。这是财神爷来看路了。爸，他们说来给你翻完啊，可人来没了？还没来。阿天他们说要来噶，阿天都在这儿来了，但是他又没来。这里最棘手的应该就是砌宝坎了。我到时候吹了我就吹，吹宝坎了我就吹。爷爷去找他们要说法去了。他让他吹宝杆吹了，要不就挖起来，挖这个累了。哦。爷爷叫他们把他们土里面的土全部给挖起来，他要种地。给爷爷的解决方案就是，我们砌宝坎的时候，会把下面的这些泥土全部挖起来填，把这条路填平，然后他的土地就出来了。修这条路，爷爷家也出了很大的力，他们的房子也被一些石头给砸漏洞了。但是施工方也说了，会负责把他的房子给翻修出来。这里这块土地呢，多余的地方就把土挖起来，计算沙子、水泥需要用多少，然后把大概的资金算出来，预估，到时候就直接拨款下来开始修。现在计算的是砌宝坎的材料所需要的费用，沙子、水泥、人工，这样计算下来的话，就可以预估大概的费用是多少。看看他们得出的结果，算出来的结果是58800，不知道58800够不够。砌宝坎就需要58800的话，那硬化这条路也需要很多的费用，可能加起来需要10几万才够。然后李俊跟他们反映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上面这户他们家的宝坎，当时挖路的时候挖缺了一点点，然后他要求给他砌上去，这里也需要一些材料和资金来给人家修补。确实挖路的时候碰坏了，就要把人家给补上。这条路的总长一共是有250多米。一起下来的话，可能需要10几万左右，因为现在算的只是砌宝坎的资金。前期把资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，后期在硬化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。现在差不多已经计算好了，砌宝坎的话58000多。然后硬化马路最低就需要8万多块钱，也是10几万。好啦，现在他们已经看完了，要回去了，基本的决策也已经确定好了，主要就是来看这里的这个宝坎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宝坎砌起来。他们现在回去了，这条路也就基本看完了。
最后的结果我们就等他们的通知吧。